董博士，您真的要走吗？当年因为我的动力能源学被我的卖国贼老师抢走，我回来了。听到我说的话了吗？这篇动力能源学的论文所有权归我了。我果然回到了50年前，而且是论文被李仲海霸占的那天。如果我不愿意呢？在这所大学，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滚蛋，你连学历都没有了，你狗屁都不是。至于这篇论文，我会申请专利的。李仲海剽窃我的论文，叛逃到南国，用我的理论启动了星球大战计划，导致我们夏国航天科技整整被落下了10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眼前的王八蛋。你听到了吗？既然已经穿越了，我就不会让这一切重来。好了，出去！李老师，我有句话想跟你说。快说！我去你大爷！我去你大爷！你敢打我？董天川，你是想气死我呀你！你殴打老师，退学了就在屋里给自己关了3个月，你真的是想把我气死啊！别生气了，孩子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还不是你惯的！董天川，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说个明白。自古忠孝难两全，儿子要离开一段时间了，请二位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儿子，你要在外面待多长时间呢？少则3年，多则5年。你畜生，我白养了你！哎呀，别生气了。大家好，夏国科技大赛正式开始。接下来可以进入会场的是我们的1号选手，夏国首屈一指的动力学博士林新水博士，欢迎。3位专家好，今天我带来的发明是可控核聚变发明。可控核聚变？请问老师，什么叫可控核聚变？核聚变简单的说就是2个原子核能够互相吸引而碰撞到一起，发生原子核互相聚合作用，从而产生巨大的能量。至于可控核聚变嘛，就是可以控制这种能量。如果发明了核聚变，那将会是工业能源一次真正的进步。我发明出来，只要用我这个机器，只需要100台就可以解决一个1线城市所有用电问题。你就是那个克服了斯科瑞发生问题的林清水。你真的发明了可控核聚变，可是世界性的难题。不愧是夏国物理学泰斗李仲海的学生啊，厉害3位老师，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可控核聚变发电。你下去，我先来。你谁呀？可控核聚变确实厉害，但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能源的解决方式。等我展示完我的发明，你的发明将失去意义。这位先生，我们的比赛……我没有时间在这里浪费。在我的发明面前，他们的发明全是垃圾。我操，你好大的口气啊你不信啊？那你就给我好好看着。哦，我倒要看看你发明了什么，比我的可控核聚变还要伟大。希望你不要哗众取宠。董天川这个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如果说林清水的可控核聚变是真的，但我就不相信谁的发明能比可控核聚变还要厉害。确切的来说，我这不算是发明。不算是发明，在这跟我装什么？你的发明或许只是解决了一个小小的能源问题，而我要干翻的是整个苍穹。我完成了凌霄门计划。凌霄门计划？邢先生，这航天领域您是专家呀，请您给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吧。凌霄门计划呀，是夏国呢准备实施的一个未来计划。它呢是由大型战略空天载具平台、擎天、空天战机、冰封、战术机器人、战狼等构成的太空综合战略防卫体系。无稽之谈，无稽之谈。小伙子，你是不是科幻小说看多了？就算真的有凌霄门计划，那也要几百年之后才能完成的。如果没有我，凌霄门计划可能得50年之后才能彻底的完成。但是如今有了我，现在就已经完成了。私人飞机还是不能飞吗？现在飞行确实太危险了。这雷雨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停啊？根据气象台的报告，需要3个小时。3个小时？董
董先生的计划会被耽误的。准备天气控制仪，把这片雷云给我打散。如果让夏国官方知道我们通过凌霄门计划已经掌握了这种能够操控天气的仪器的话，那后果……你懂什么？现在就是董先生需要亮剑的时候。凌霄门计划已经藏不住了。你少在这跟我扯淡！我的可控核聚变是在我恩师的指导下，100多位科学家的努力下，日以继夜研究出来的东西。凌霄门，那只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几百年前，飞机、网络、视频通话，这些都是科幻小说的东西，但现在已经被一一实现了。而我，只不过是把你们所谓科幻世界的东西搬进了现实而已。有董天川的消息了啊！我儿子还活着！开电视，快开电视！这小子参加全国科技大赛。儿子，5年了，一个电话都没有给家里打过。这死孩子，这是在外面做了些什么呀？这是。小伙子，你在撒谎！何出此言？凌霄门计划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至少是需要发射数万枚火箭来运送物资，这里面所需要的能源就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能够承受得起的。凌霄门这样庞大的计划，必然要动用大夏很大的资源，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嘛。是啊，凌霄门计划之中，大型战略空天载机平台擎天太空母舰体型庞大，平时呢那是放在月球轨道上，在地球上天晴的时候是可以看见这个擎天太空母舰的。再这样，你们不会真的相信这样的无稽之谈吧？你现在最好给我滚下去！这可是全国之母，丢人现眼，小心全国闻名。与其在你这儿浪费时间，还不如研究研究林星水的可控核聚变呢。没错，林星水的老师那可是咱们首屈一指的专家教授李中海博士。电视机前的女性观众和未满15岁的观众，请你们现在闭上你们的耳朵，因为我要对李中海博士说一句话。董先生，不要。李中海，去你大爷！你可以辱骂我的恩师董天川，不要在这浪费我们时间了，给我滚出去！没错，我们要看林星水的可控核聚变。别再让这个疯子浪费大家时间。主持人，如果再不让他离开的话，那就是对这场大会的亵渎。那就只能我们3个人走了。下面是广告时间。3位评委老师，如果你们实在想离开的话，那就离开吧。不过节目组会追究你们的违约。不是，你这哪找的人呢？在这胡说八道，这会影响我们名誉的。这就是个笑话，不，这是我们整个大夏国的笑话。抱歉，我刚刚得到消息，所有电视台都将会转播这次大会，而且40大道公司刚刚发布了官方消息，只要董天川先生在台上展示发明，淘宝网所有的产品都将一折销售。你在开玩笑？40大道集团不活了？这是马天浩先生亲自下达的命令，你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资本入场，我们没办法离开，但是我们会用科学家自己的手段批驳的他体无完肤。为了节目效果，那更好。老板，现在电视台的直播已经让咱们集团的股票市值蒸发了50个亿。如果按照这个情况下去的话，那我们公司以后……你懂个屁！今天将是载入人类史册的一天，就算砸上所有资本，赌上集团的命运，我也要支持董天川先生。另外，告诉那3个人该准备出手了。是，天气控制仪有用了，我们该出发去忠诚了。你小子看网络小说把脑子看坏了吧？这些年，网络小说中的描述确实给了我不少灵感来源。至于脑子糊涂吗？那倒不会，因为我现在正当壮年，和你现在老态龙钟的样子大有不同。你说谁老态龙钟？可笑啊，真是太可笑了！哎，我们这些专家都说了不行，你非要说那些臭写小说的给科研人员灵感，真是愚昧至极。哎，这位评委，不知道您是
这位正是夏国的物理学家李小然博士，南国科技大学和英巴罗皇家学院双科物理学博士，享誉整个夏国的物理学专家。哦，享誉盛名啊！我看你是难辨虚实。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污蔑我！我知道50年来全球最杰出的50万名科学家的名字，但是这其中并没有你，所以你这个所谓专家的名字，不是花钱买来的，就是弄虚作假骗来的。你他妈的说你能记住50万个人名身份，扯淡呢！所以说你无知。那你说，这50年来有50万最杰出的科学家，你排名第几啊？我就不明白了啊，这个马天昊为什么这么支持你啊？你一个夸夸其谈的小伙子，根本不配当科学家。那我敢问陈龙先生，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科学家？严谨、诚实、理性。你如此狂妄自大，连个科学家的样子都没有。科学是要以现实为依据，我现在都没有把凌霄门拿出来，凭什么说我是骗子？强词夺理！就凭你这个态度，你根本实现不了凌霄门计划。哎，两位，我真不知道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啊，竟然能教出这样大言不惭、狗屁不是的社会垃圾！你说话最好放尊重点，免得一会儿打脸你难为情。尊重？我难为情？我呸！要是我等会儿真的把凌霄门拿出来了呢？够了，你个骗子！别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有本事你把凌霄门计划展现给我们看呐！抱歉，我的凌霄门需要4位守门人，只有等他们聚集，才能够真正的启动凌霄门。你放屁！你根本就拿不出来。你们不用着急，大餐总在最后，现在都是开胃小菜。这是什么啊？你们说过，太空作战需要强大的能源，而这个就能够提供凌霄门所有的能源问题。你开什么玩笑？我也算能源方面的专家。你这个盒子里面连一点能量波动都没有，我敢确定你这里面连一块电池都没有。如果我要是说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薛定谔的猫呢？这个我知道，薛定谔的猫是由物理学家薛定谔在1935年提出的思想实验。简单的来说，盒子里装着毒气，它可能发作，也可能不发作。盒子里又有一只活着的猫，毒气发作了，猫死了；毒气没有发作，猫还活着。所以在盒子打开之前，猫可能死了，也可能活着。概括起来就是一件事，如果你不去做，它的结果可能有2个，而你一旦去做了，那么最后结果只能有一个。你少扯这套！你不说这里面有关乎凌霄门计划的能源吗？我倒是奇怪了，论能源，有什么能比得上我可控核聚变伟大？当然有。你放屁！可控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其潜在的优势将成为最理想的终极能源。连这都不懂，还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学过物理呢？开凌霄门计划，我看你连大学都没念完吧？不可救药。可控核聚变确实可能，但是比起我这个东西还差得远，因为我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永动机的模型。我现在就敢100%的确认，你就是个骗子。所谓永动机是一种不需要外界能量输入，或者只需要一个起始能量就可以永远运动下去的机器。这种机器是不可能制造出，因为它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和热力学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表述方式之一就是类永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一守恒定律就一定是真的吗？你在说什么？当今科学所有的物理知识都要遵循第一守恒定律。科学就是用实验去证明，然后用实验去推翻的过程。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永动机，它能推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也是实现新纪元的基石。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你当我是傻子吗？这个不过就是小孩子的玩具，你真当我们好糊弄？赶出去！把他给我赶出去！我说二位，这小子是不是把咱们当白痴了啊？这么神圣的地方，岂能容你这么放肆啊？这就是我做的一个小玩意儿，微型永动机。这个小球，它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但它却放弃了固定能量源，而是选择了能量源自由，形成了一个利用周长相等的圆与三角形之间的力矩不同而突破能量守恒，
我完全听不明白。这家伙的意思是依靠机械的动能增益，是增益的能量输出，并把输出能分为2部分，一部分给机械提供动能，另一部分对外做功。难道林清水先生也觉得这个永动机它成功了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他能给做出来？二舅，哎，我不太懂你这个永动机很了不起吗？如果能够制造出这种机械永动机，那就可以制造出一个可以无限使用、无限增能的设施，堪称人类奇迹啊！我还是不懂。简单点说，如果制造了永动机，你只要吹一口气，就可以造出供电视、电灯无限使用的电能。这也太假了吧，二大舅！永动机原本就是不可能出现的存在，如果真的成功了，那就是神迹啊！这就是我儿子。对了，这个比那个可控核聚变怎么样？可控核聚变就相当于人造太阳，甚至可以说接近于永动机。核聚变确实很厉害，但也要经过各种变量才能产生能量，这就需要测试，甚至还容易出现危险。永动机机械运动所产生的动能则毫无危险。也就是说，比起我儿子的永动机来，他这个可控核聚变狗屁不是。也不能说狗屁不是。你这胳膊肘怎么还能往外拐呢？董天川，董天川这个名字好熟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被我老师开除，连大学都没有毕业的废物学生董天川。林清水，你说董天川是被你老师开除的学生？是啊，当年他抄袭我老师的资料，被我老师发现，屡教不改啊，结果被我老师逐出师门，赶出学校，连大学都没有毕业。好你个董天川，原来你是这种道德败坏的学生，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真是让人不齿！难道说你就是5年前因为动力能源论文和李忠海教授发生争论的学生？没错，我正是那个学生，但并非我抄袭李忠海的论文，而是他臭不要脸，想把我的论文占为己有。我不干，他就给我开除了学校。你放屁！我老师乃是当今物理学的泰德高望重，岂容你污蔑？哎呦，林清水，你吹牛的劲头还真有他7成神韵啊！既然如此，那就有请董天川先生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所谓的永动机。好。你当我是傻子吗？这里面肯定有电池，只不过是一个利用磁力运动的样子货。来，可以检查一下。还用检查吗？这一定是假的。你不敢吧？我不敢。我要是检查了，我就是傻叉、小丑。要不然，你去检查一下。老张啊，你当我傻呀？那里面肯定有电池，检查个屁！主持人，这样的人你还不把他赶出去啊？他简直是我们科学界的耻辱。林清水，你敢不敢跟我打一个赌啊？赌什么？你不是说我是废物吗？那你就好好检查检查我制造的永动机，看看它里面到底有没有能源驱动。如果检查出来，我就承认你所说的一切。哼，一派胡言。反之，如果你没检查出来，那你就当着大庭广众的面大骂3声李忠海乌龟王八蛋，不允许你侮辱我老师。那你到底是跟我赌还是不赌？哼，好，老子今天就代表各位专家跟广大的观众，就揭穿你这个伪君子、学术大骗子。这里面竟然真的没有能源驱动，这永动机竟然是真的。林清水，你是不是在那调节气氛呢？你这样可不好啊！林清水，你应该当演员，应该当科学家。这里面确实没有能源驱动，而且我刚才实验过了，它也没有能源消耗，确实在涌动过程中产生了能量。虽然我不想承认，这永动机竟然是真的。这是永动机？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不信，不可能！永动机是违反第一守恒定律的，这个东西它不存在的，这里面一定有能源，有发电机，我只是还没查到而已。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你知道永动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怎么可能发明出来？怎么可能呢？出事了，出大事了！我感觉
这是震惊世界的事情。三位评委老师，你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知道永动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怎么可能呢？永动机在我的电视节目上出现了，我也能名留千古了。对了，小月，告诉这些人，无论如何都要保证节目顺利执行下去。黄台长，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这辈子能做出这样一款电视节目，老子三位评委，你们说我这个永动机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好，那么我尊敬的大师兄，请当着所有人的面大骂3遍，李忠海他就是个乌龟王八蛋。不对，不可能，我不相信。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你和3位专家都已经检查过了，这个永动机它有问题吗？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永动机的能量是不可能凭空产生或凭空消失的。这个永动机在保证不消耗能量的情况下还能产生动能。我要是相信，我这一辈子的物理知识就学到狗身上去。你本来是个非常有前途的学生，只不过可惜跟错老师了。不过没关系，现在来得及，我给你个建议。你什么意思？奇迹产生于敢于挑战常人所不敢想象的事物，奇迹来源于无限的想象，来源于不断的探索、尝试和不断的追求。不对，我找不到这个东西的能量，我的老师一定会找到的。你说的是李忠海吗？好啊，你不让他来，我今天还不开心了。老子今天就让他在这儿身败名裂，粉身碎骨。好，你给我等着。清水，可控核聚变被认证了吗？别忘记，这可是老师带你来的。老师，还有另外一件事。董天川5年前那个废物，他也出现在科技大赛上了。他带来的东西是永动机。什么？永动机？你是不是傻了？这永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找不到它的能量来源。废物！好啊，当年你就不听话，让我失去了去南国的机会。今天又来捣乱我学生的可控核聚变，我今天就要亲自揭穿你所谓的永动机。李博士，我刚刚得到消息，你们大夏竟然有人发明出了永动机。那只不过是一个科学骗子哗众取宠而已。这可不一定呀。据我们南国的情报部门，你们大夏似乎有一个强大的势力一直在进行研究。大夏的情报部门太可怕了，我们根本渗透不进去。你到底什么意思？无论使用什么手段，我们一定要得到永动机，哪怕不惜。条件比5年前还要优厚。好，我知道了。许中堂，夏国人发明永动机，我们现在去夏国，一定要掌握永动机的技术。这一次不成功，变成人。给我联系东16国、西欧24国，我们要给夏国制造压力，让他们交出永动机。老大，就算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永动机，也要杀死这个制造永动机的男人。你说这个永动机能是真的吗？这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已经派人去核实了。按道理说，永动机是不会实现的。那就是电视台为了收视率，故意造的假。这种事情电视台他敢吗？首长，您的电话。你是我啊？怎么详细给我打电话了？什么？消息准确吗？好，我现在就去安排。下达全军警卫命令，国南、国西还有东北的10个守备军向边境集结，顺便海防的3个航母舰队也动一动。您的意思是，如果单纯是一个永动机还好，
但如果凌霄门计划是真的，那么 S 山大战将一触即发。你好，您是？我是中书院特种任务保镖，从今日起奉命保护您和您太太二位。我们今天这里是董天桥先生的账，就是一起保护区，禁止任何人入内。就你劲儿大，是不是？今天我们见证了历史，甚至我有感觉董天川的凌霄门计划或许是真的。通知所有人，假期全部取消，所有节目全部停播，所有记者都给我派出去。我知道董天川的家已经被封锁了，但是你们要找到认识董天川的人，朋友、同学、邻居，挖董天川祖宗18代的底，去吧！3位专家评委，我请问你们找到控制能源了吗？我们没有，但这是假的，永动机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胜于雄辩，你们否认也没有用，因为科学取决于真相和证据。是魔术，这不可能是真的。你们就是不想承认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不过对于你们这种专家来说，这并不稀奇，因为承认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就代表着承认自己错了。不过在科学面前，这点错也没什么。哎呀，董天川，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的科学家，那遵守的就是第一守恒定律。如果说你这个永动机是真的，你知道你代表的是什么吗？啊，它就意味着错了就是错了，千千万万人错了，它也是错的。林星水，我们刚才打了赌，我现在想问问，这个没有能源，只给一个初始力就可以持续的运动，并且产生动能的东西，它叫不叫永动机？你现在可以管李中海叫乌龟王八蛋了，不过别忘了大声点，因为声音小了，我听着不爽。我不能说，愿赌服输。在科学的道路上，如果连这点挫折都不想承认，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承担，那你就再也没有进步的可能。自己想想吧，你是选择骂你的老师乌龟王八蛋，还是选择一辈子被心魔缠绕，永远无法进行科学研究？我你干嘛？我都是文明人，你不能打人啊！打你个学术垃圾，只会脏了我的手。现在你的永动机没有了，可黄黄那只是个模型，你怎么能证明它真的有用？没错，你说的是凌霄门计划，并不是永动机。何况这只是一个模拟的东西，是不是能释放出那么大的电能啊？你就是在哗众取宠。我奉劝你一句话，科学是要讲究严谨的，更何况你这个东西它并不严谨啊，也没有经过科学的试验，所以它不完整啊。你们有没有想到过，我这个可以震惊世界的发明，为什么不选择在中城的中科院展示，而要在一个小小的中城科技大赛演播厅？你是怕你这些把戏被人揭穿？你是怕你的把戏被人揭穿？白痴！我能做的，非你能想到。我果然说的没错，我还以为真的有永动机呢。哎呀，你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吗？小子，你少来这一套！就算你发明出了假的永动机，你也发明不出能量，都是花架子，有个屁用啊！小子，你要是证明不了，你就是在耽误我们的时间，你要负责任的。好，那我就让你们看看，到底是不是花架子。停电！搞什么鬼？喂，电局吗？我们这儿正录节目呢，停电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你是不是其他国家的间谍啊？在这搞破坏！各位评委老师，我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电视台的变电站出了问题，电视台的电源全都被停用了，接下来的科技大赛可能要暂停了。小子，你走运了，要不然我非要把你老底儿给你扒出来。从今天开始，你已经在夏国的科学界出名了，夏国乃至全球再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地。我倒是想看看呀，如果说现在来电了，这个小子虚伪的样子，你们相信光吗？你要干什么？什么？我说要有光。董
董天川，你要干什么？主持人，把他给我赶下去！哎，我倒是觉得啊，应该好好调查调查这小子，他是不是真的外国什么情报人员？请3位评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现在要宣布一个消息啊！你一个导演可是懂什么？负责我们这栋大楼的变电所并没有启动，也没有任何的备用电源启动。那你的意思是，这电是凭空来的喽？刚才我们电视台的人在楼下发现了一个大型的永动机，就跟刚才摔坏的模型一模一样，而电力就是从那个大型的永动机上发出来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半个月之前有人在这里用改造的名义装了一台我发明的永动机。你们说没有实验就不算成功，现在实验成功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说改造就改造，你说成功就成功。对呀，谁证明？我能证明，因为永动机是我安装的。老师，你怎么来了？我是怎么教你的？科学在于探索，在于诚实，在于认真，在于孜孜不倦。你看看你现在都做些什么？董先生，我终于见到您了，我感到非常荣幸。赵先生，您辛苦了。事实在于雄辩，董先生的永动机是完全可以用于释放能量。永动机可以释放能源？那我的可控核聚变？你的可控核聚变虽然有点用，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用了全自动手机，谁还会用步话机通话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帮着他来骗我们所有人！林清水，注意你的态度。我老师赵晨山先生可是夏国唯一的一个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学家，就算是你那个老师，对我的老师也不能轻易指责。没事，你怎么来了？就是啊，他研究出了永动机，使我的可控核聚变变成了一堆废物。老师，帮我想想办法，你说话呀，老师。清水，我是怎么教你的？老师，您说过呀，我可控核聚变可以掌控全世界的发明。他研究出了永动机，我怎么……混蛋！混蛋！做人要诚实，要本分，尤其我们这些科学家要勇于承认，勇于认同。刚才我下去看了，那台永动机是真的。老师，您……哎呀，5年没见了，你还好吧？李中海，你玩什么花样？当年你偷了我的论文，现在又偷了我的永动机技术。这个永动机是我发明的，而这个董天川，他就是一个无耻的小偷和骗子。李中海，你什么意思？3年前我就发明了永动机，我是想再完善一下永动机的功能，可却发现资料被人偷了。现在看来，就是这小子干的。你还真是臭不要脸！你说你发明了永动机，那你可知道这永动机的机械原理和构造？说出来看看。这是国家机密，我不可能说。无耻！我堂堂国家物理学的泰山北斗，更是多少专家和教授的启蒙老师，而你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臭小子。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争？小子，当年你偷了我的论文，我就应该封杀你。今天你要再不识牌子的话，我让你全家死光光。你敢动李先生？你太无理了！这还没完呢！臭不要脸的东西！上次那拳没给你揍明白，你还敢抖我东西？你信不信？我把你800祖宗抠出来，做骨扬灰！他这是气急败坏了，这更能证明这永动机是我发明的。你有什么证明？这3年前我就给你看过永动机的模型，你说，你快说呀！主持人，你笑什么？你这是在嘲笑我吗？我是一名职业的主持人，除非实在忍不住。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刚刚林心水曾经不止一次在这里说过，没有永动机，这个世界上更不存在永动机。偏偏您老人家非要让他证明3年前您发明过永动机，您这不是为难孩子吗？这么长时间了，这林先水肯定忘了这件事了。
李仲海，你也是夏国学术界泰斗级人物，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不是老赵，你不相信我，就相信这么个孩子，你是不是糊涂了？不是老赵，你不相信我，就相信这么个孩子，你是不是糊涂了？之前我之所以没有宣布这个项目，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个项目还有重大的缺陷，所以说我没说出来啊。如果使用了，在磁场范围内所有的人会受到很大的危害，所以我才一直在研究啊。李仲海，你可是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做出这样的事儿。我也是夏国物理学界最有话语权之一了，曾经3次获得过夏国物理学界最高奖项，一生中有100多篇论文发表在世界最高学术周刊，更教出了无数国士栋梁。可是他呢，不过是一个曾经被我开除的一个学生。如果他有本事，那自然不会默默无闻。可是这5年你在哪儿？发表过什么学术研究？你有什么发现？董先生，您就说吧。还没到时候呢。不是没到时候，他是根本就说不出来。在我看来，这种欺世盗名的人就应该从这里滚出去。白痴！你们没听到吗？把他给我赶出去！李中海，你知道霍山法则吗？你又能说出永动机的释放理论是什么吗？我自然知道，只不过不能在这里说。如果要是让敌国知道了，那我们会犯错的。你是不能说，还是说不出来？霍山法则是一个叫霍山的科学家发现的一种几何结构，这种几何结构跟彭罗斯阶梯一样，是一个永远无法停止的运动。所有的动能在霍山法则之中都是不会被消耗的，所以这些动能就会无限增大，并按照周期释放出去。这就是永动机的基本理论。你疯了？这他妈也是能往外说的吗？不知道哪位专家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彭罗斯阶梯？彭罗斯阶梯是一个有名的几何学悖论，指的是一个始终向上或者向下却走不到头的阶梯，这也可以被视为彭罗斯三角形的一个变体。这不是跟鬼打墙一样吗？这是数学问题，几何问题，不是那些虚无缥缈、这个封建迷信的东西。李小然女士，实在抱歉，我不是故意的。立即对霍山这个名字展开调查，一定要找出提出这个理论的霍山。召集所有兵力，血洗夏国。我们接到新的命令，找到霍山，确保他活着拿到南国，最少1亿南元的报酬。是。这个臭小子为什么提霍山的名字？这不是让敌人有了可乘之机吗？一定要找到霍山，无论任何代价都要保护好这位科学家的安全。是。你就是中城电视台台长？对呀，这次大赛已经涉及夏国机密，我命令节目马上停播。你凭什么？就凭我是新任中城市市首吴有辉。就算你是市首，我也做不到。你什么要活？要活是吧？抱歉，我没有办法干扰比赛的现场啊！把电源停了。电源？这个电视台的电源使用的是永动机释放的电源，与外面的电源没关系呀！你说的这个我自然知道，你明白不明白？你已经把霍山先生的生命送入到危险之中了。李中海，你这个王八蛋！你不是说永动机是你制造的吗？那你再说说它的内部参数。那是秘密，不能公开说。5年前你想霸占我的论文，我拒绝，你就用抄袭的名义把我赶出了学校。像你这种卑鄙无耻的学术败类，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教授，没有资格成为老师，甚至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夏国人。你放屁！至少我没有把霍山的名字暴露出来。我看你就是想让敌对势力知道，把霍山先生带走。没有人会找到霍山先生的，因为我说的霍山先生要3年之后才会出生。
我以忠诚誓守的名义命令你们把这个节目立即停播。来人，把这个叛国贼给我抓走！凭什么？你凭什么抓我？就凭你泄露国家机密，就凭我是忠诚是誓守。吴世守，不管永动机是谁发明的，董天川并没有犯罪，你不能带走他。李中海先生，那当年也是我的老师，为人正直，品德高尚，科研能力更是夏国首屈一指。这次不过是大学辍学的一个垃圾，凭什么我觉得这里头肯定有误会。没什么误会，李中海他会叛逃到南国，而且他会找一些猪朋狗友一起去南国。而这位吴世守，他就是第一叛变的畜生。你敢骂我是畜生？你这样的人，平时就贪污受贿，我不骂你，难道还由着你？带下去，带下去！你们不能随便抓人！把你的永动机技术告诉我，不然你比死还难受。放开董先生！你不过就是个夏国首富，没有指挥我这个世守的权利。我自然是没有，因为我只是董先生的4大使者之一嘛。老天爷，夏国首富马天昊居然只是4大使者之一，那其他的……朋友们，都进来亮个相吧！朋友们，都进来亮个相吧！他们竟然是能源神豪李晨、金融女王陈珠珠、网络龙头王老虎，再加上夏国首富马天昊，他们任何一个人说句话，夏国的地面都能抖3抖啊！这些大佬居然同时出现了。董先生，吴世守，你真的想让夏国的经济倒退10年吗？你们这些人要包庇这个叛国贼吗？不可能！董先生任何一项发明都能够做到富可敌国，你们可不要被他骗了，他就是个小偷！滚！你不配和我们说话，还不赶紧把他带下去！我看谁敢！不是啊，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是非不明啊？你心里一定很难受吧？我难受什么？可控核聚变本来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发明，可惜了，在永动机面前不值一提。你之前似乎要说什么呀？哦，你想拥有整个能源帝国？你不要想了，你这么犹豫，就是没有完成凌霄门计划。我用得着跟你说吗？我再说一次，我已经完成了整个凌霄门计划。你说完成就完成了？我愿意用全部资产证明董先生完成了这个计划。我愿意用全部资产证明董先生完成了这个计划。我也愿意证明，我也愿意。你们知道什么呀？一个个的只是有钱，没什么见识。鼠目寸光，你也算是夏国著名的科学家了，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收到。现在立刻和我们出发。我们去哪儿？最近的黄河地下基地。哎，老师，这些人掌控的经济力量太可怕了，我们还是不要得罪他们为妙。一群唯利是图的商人而已。哼，我平生最看不起你们这帮唯利是图的商人。比起科学的伟大，你们一个个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你们有钱怎么了？那算什么呀？不过是能满足你们物质需求而已。可是真正如同我这样的科学家，在乎的是对学问的追求和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就算你们有多少钱，那也是无法达到的。李中海，你说话要负责任。怎么了？我告诉你，我不用投币买东西。换做其他人，我或许还真相信了。可是你算个什么东西？经常将学生的论文占为己有，夸夸其谈。最主要的是，你还和南国人来往，用自己国家的技术来换取利益。你怎么还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污蔑，这是污蔑。不重要了，因为众位都来了。现在我就可以给你们展示真正的凌霄门了。凌霄门？你知道什么是凌霄门吗？告诉你，就算你偷了我的永动机技术，可是这凌霄门不仅仅是个能源的问题，还有很多东西。
你和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你们知道个屁呀！李仲海，你给我闭嘴！李仲海，你这个无耻的小人，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人？比起你的所作所为，他们反倒是清清白白。你本身能力有问题，大家都不会怪你，但你却用无耻的手段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这就是强盗所为。你一个大学都没毕业的混子，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质疑我这个夏国最高学术奖项的获得者？今天我就拆穿你的真面目！凌霄门计划，我呸！你这是放狗屁啊！可以，没问题。你不是说你实现了凌霄门计划吗？那你都展示出来呀！没错，如果你说我老师偷了你的东西，那么你应该展现出你所说的。你的大型战略空天载机平台擎天呢？空天战机冰封呢？战术机器人战狼呢？他们都在哪儿啊？你倒是拿出来啊！并非我拿不出来，只因为我怕造成恐慌。擎天藏在了月球的内部基地之中。越说越可笑了。月球内部基地，你以为这是科幻小说啊？给这12个城市发送信息，让他们搬离海边10公里之外。你以为你谁呀？你傻呀！我是董天川呀！你他妈拿我当猴耍？差不多吧。小子，你这样的人根本没办法在大夏立足的。别逼逼了，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凌霄门计划，只要有人可以负责，我就能展现出来。这小子气定神闲，难道是真的？凌霄门计划，那绝对不是1代人、2代人能够实现的。这小子根本就是危言耸听。最主要的是，到了现在这个情况，我也没有后退的路了。你是说凌霄门藏在月亮背后，并且影响月亮的引力，引发潮汐现象，并且引发巨大的海啸？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这么说，你愿意为这次试验的后果负责？我就在这看着你，我就看着你怎么实施的凌霄门计划。你承担个嘚儿啊！其实我找诸位过来是有事情想和几位商量一下。启动凌霄门计划必然会引起潮汐现象，海啸会对沿海的城市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我愿意承担。我也愿意承担。我可以出1000个亿。你都出1000个亿，那我出2000个亿。董先生，请让我们见证这新世界最伟大的传说。好，通知下去，1个小时之内，海边所有人员全部撤离，所造成的损失自然有人赔偿。全国的同胞们，你们听到董天川先生说的话了吗？请你们尽快撤离海岸线，否则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现在用各种方法给夏国以及全世界发信号，转播董天川先生的消息。这是一场能够载入人类发展史的节目，而我作为这个节目的导演，我也必将能够载入史册。各位大夏的同胞们，传说中的凌霄门是天庭正门的入口，直通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可今天我们大夏儿郎的凌霄门将会打通我们通向苍穹的道路。从今天起，我们脚下不仅仅只是康庄大道，更是无限的星空。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死忠粉了。谢谢你，乔木木小姐。乔木木，你做的非常好。这些观众啊，最喜欢看这种八卦了，尤其是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加上八卦，话题量跟流量一定是破1级的。你快去，跟那个董天川组 CP。这可是个科学类的节目。你懂个屁！科学类节目就不需要收视率了吗？没有婆媳撕逼，女友得白血病，难道就不能有主持人一见钟情吗？既然如此，那你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吗？什么条件？你娶我。哎，主持人美女，这太不了吧？虽然我只是个主持人，但是我愿意为我心爱的人和你打一个赌。打什么赌？我说了，如果凌霄门计划没有实施，我就将董天川的脑袋拧下来；可如果真的成功了，我就将你的脑袋拧下来当球体。一派胡言！我堂堂夏国的科学家，怎么能跟你打这种狗血且无聊的赌呢？
董天川，你犹豫什么呢？你不是有凌霄门吗？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呀！各位海边的朋友们，请你们注意，现在赶紧离开海边，否则会造成生命危险。钱没有了可以再赚，但是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珍惜生命。都这个时候，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简直相信这就是真的了。虽然这不现实，但是这永动机是真的，或许这凌霄门真的有希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李宗海啊，我们是科学家，我们要遵循现实，更要避免悲剧。按照董天川的说法，擎天航天母舰存在月球之内，它的出现真的可以引起月球潮汐，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呀。老赵啊，你是糊涂了。如果真的按照董天川所说，月球潮汐运动，那海岸线就在海啸的范围内，这将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啊！100亿、1000亿，还是……哼，你们几个商人，让你们倾家荡产，你们也负不起责任。这个月球潮汐到底是个啥玩意儿？这孩子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啥呀？人话都不会说了。不，你是没听明白人家的话。潮汐是海水周期性的涨落现象，因为白天为潮，夜晚为汐，所以白天出现在海水的涨落现象称之为潮，把黑天出现在海水的涨落现象称之为汐，也就是我们无法形容的海啸。那我儿子还发明这个干什么呀？就是，这不是造成了危害吗？任何一项科学技术都是两面性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药物能治病，但是药物会有很多副作用，难道我们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就不吃药了吗？至于凌霄门计划，如果是真的，夏国将不再是地球的中心，甚至可以成为整个星系、整个宇宙的中心。或许这就是星际大移民的开始吧。永动机是我安装的，所以我清楚地知道董天川先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凌霄门计划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但我却认为董天川先生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老赵，不要以为你安装了永动机，这永动机的专利就是你的，永动机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我的学生可以证明，我们两个是完成永动机的主要人员。老爷子，董天川说要启动凌霄门计划，能够改变月球重力，出现月球潮汐变化，可能还会引发海啸。屁话，他怎么不说他去月球调戏嫦娥，被吴刚给砍死了？有科学家说这可能会是真的，您看我们要不要防备一些？刚才就被他说的什么科学家给戏耍了，这个我要是再相信的话，那我可真是大傻。什么海啸？什么时间的事儿？不可能！快，马上通知全国的沿海城市搬家100公里。这虽然我觉得很扯淡，但是我希望这是真的，因为从此我大夏国的科技将腾飞一大步，让外国100年都难超越。现在所有的准备都已经齐全，你可以开始你所谓的凌霄门计划。哼，装模作样。赵先生，您来吧。这本应该是董先生您。不，您值得这个荣誉啊。10秒钟之后，我们将会改变世界。10、9、8、7、6、5、4、3、2、1。你小子干什么？我发明了可控级别，今天的主角应该是我。你小子疯了！我发明了可控级别，你们这些愚蠢的人没有资格说我。世界的中心应该是我，是我。你冷静点，冷静。我耗费了多少年的青春，就是为了让我可控和愉悦一鸣惊人。陆天川，你搞我冷静，我怎么冷静啊？你老师让你自己来试验核聚变，他自己却不出头，是为什么？可能是为了让我独享荣耀吧。白痴！董天川，你少他妈给我挑拨离间！
可控核聚变是要抽干整个中城的电力，释放出超过10个亿的千瓦时电量，重新进入变电所到千家万户。没错，但是中城的变压器和电器根本就没办法承受住10亿波伏的电压冲击。赵先生，你说说后果吧。中城所有的变电器都会爆炸，电力泄漏，几乎所有家用电器都会损坏。更为恐怖的是，这种电量所产生的静电能量要远远大于220伏，也就是人体所能承受的能量。电线10米之内的人都会死亡，中城将变成死城。没错，你在这里进行可控核聚变的后果，就是让整个中城几百万人全部死光光，整个中城将会变成一座死城。他知道这一切，却偏偏看着这一切发生。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机器虽然是林星水发明的，但却掌握着所有的资料，甚至南国星球大战的初期能源用的就是可控核聚变，直到我的永动机发明了，才改变了能源使用。你明明知道会造成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可你却偏偏还要让这个倒霉鬼在这里试验。到时候你将所有的过错全都推到这个倒霉鬼身上，让你独自享受这个项目。污蔑！你这是污蔑！星水，不要相信这帮家伙的，他们是在挑拨咱们两个的关系啊！是不是挑拨，我心里清楚。这才是我最出色的学生。老师啊，可你现在要的是你最出色学生的命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当年我发明可控核聚变的时候，曾跟您提过，想用您的科学大楼进行试验。您当时跟我说有更合适的地方，我也问您了，会不会造成损失？您当时跟我说的是，为了科学嘛，造成点损失没什么。可是这是数百万条生命啊，数万亿的损失！老师，李仲海，你怎么那么狠毒啊？林星水，你知不知道，我这是给你一个成名的机会。如果中科院的人实际测试了，那将抹去你的功劳。我这是为了你好啊！李仲海，李老师，你是我最崇拜的人，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哼，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想成功，就必须进行实际测试。你的可控核聚变还有几个条件不满足，如果让中科院的人来测试，很有可能停止你的项目。可是现在要是测试了，无外乎就是死几个人，造成点损失，这算什么？可控核聚变何等的丰功伟业！仲恒，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出来？哼！科学要进步，就必须要牺牲，这也是我们科学家所应该有的觉悟。既然这样说，我懂了，我走。哼，走可以，不过你要把可控核聚变的装置留下。你说什么？哼，我们已经是签了合同了。如果可控核聚变你不进行测试，那么你的发明和这项专利将属于我。可是当时你跟我说这是给我的留校证明啊！证据呢？李仲海，你不得好死啊！哈哈哈哈哈！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我操！你还不能走。林星水，你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其实，如果我没有我的凌霄门，你的可控核聚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更是超越时代的发明。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你跟着我吧，我把我的永动机理论全都告诉你。你是个人才，我不想你这样的人才被埋没。我心里清楚，我的可控核聚变只是能量转化的方式，而你的永动机才是从无到有能量产生的装置。你的永动机对我的可控核聚变那是降维打击的。能量转换的方式不同而已。更重要的是，我现在已经实现了凌霄门计划，可是我们现在只是开始，我们的未来才是真正的归途。只要你愿意。林星水，你个叛徒！这么多年，我拿你当自己的儿子，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了，你竟然这么对我！
李老师啊，我曾经那么的崇拜你，视你为偶像，但是到现在我才发现，你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我不管那么多，永动机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那凌霄门呢？不可能！现在这个时代不可能制造出那种凌霄门，你就是在骗我，你就是为了我的可控核聚变装置。各位朋友们，我有种预感，在赵先生按动下按钮的这一刻，也是我们人类改变世界的时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董天川先生，这次的停电是正常的。3、2、1，凌霄门启动！你少在这儿骗人了！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相信。怎么，趁着黑要开溜啊？不过就算你走了，这辈子在夏国，你没办法立足。董天川，这才怎么了？刚才发出信号之后，引起了永动机的共鸣，出现了短暂的失电作用，才让这里陷入了黑暗。不过这种失电作用也很正常，现在就已经没问题了。你说失电就失电，你当我是笨蛋，还是当这些人都是笨蛋呢？你知道玄灵木量子计算机的9个量子比特位，同时就可以在同一个量子处理器上观察到从另一个类似 SYK 的系统中出现类似的信息。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是信息虫洞？一派胡言！虫洞是在广义相对论中容许存在的一种特殊结构，它可以把时空中的2个点直接连接起来，不管这2个点在空间距离上或时间间隔上相距多远，利用虫洞的特性，我们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远距离的空间旅行，或者进行时间旅行。信息虫洞，难道是？你说的没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后就在星际航行之中，最可怕的并非机械故障，而是没有办法进行实时联络。现在虽然并没有发明出曲速运动，但是我相信在几百年的时间之内就能发明出来。宇宙无穷无尽，所以这些飞船距离地球可能有几十万光年，信息传播就算有光速，也需要几十万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建立了信息虫洞，不管有多远，哪怕横跨1个银河，两边的信息也能随时沟通。这是我的，这是我研制出来的。你又要偷我的东西，你到底要不要脸？你个骗子，小偷！我不是科学家，我也听不懂你们所说的那些东西。不是说有凌霄门吗？凌霄门在哪儿呢？啊，都说眼见为实，可我并什么也没看到啊！什么？还海啸？还离开？开什么玩笑？我就不走能走呢？给我关注海边的情况。海啸，海边出现海啸了，5米、10米、100米、500米、1000、1200米。老天爷呀！这已经刷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海啸记录。报告。月球潮汐，海啸，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南国发生海啸，比利发生海啸，马尔代发生海啸，西太平洋发生海啸，外面，这不可能！老爷子，那边来电话，告诉你们，董天川是我们夏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的技术属于他个人，我们绝不会把他的技术交出去。你们应该知道，夏国就算强大，也不可能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作对。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很简单，如果3个小时之内不交出董天川，我们32国会动用绝对的武力。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夏国再强大，也不可能对抗整个蓝星。许是伐夏，
那就试试吧。通知各地的军事司令，10分钟之后开会。好的。幻觉，一定是幻觉！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你们这是障眼法！李中海，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到了。乔木木，你是主持人，我也是喜欢董天川的女孩子。谢谢你。现在我要将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搞定就行。李中海，你不会真的以为你是物理学界的北斗泰山吧？在大夏国，确实如此。你可真是恬不知耻！你什么意思啊？各位，都进来吧。我要他的风动力论文原本可以获奖，却被你生生的抢走。不仅如此，你还诬陷他偷了你的论文，结果导致他的公司破产，一无所有。不可能，这都是假的。孙凤霞，他在核动力领域非常出名，原本前途广大，但是你却看中了他的学识，不但让他给你的工作室打工，而且还贪图他的美貌，他自然是不愿意。然后你就诬陷他在外面乱搞，结果导致他一蹶不振，最后还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他叫林少旭。不，没有，假的！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他们都是你请来的，你是故意诬陷我的。他们认识你就够了。滚！你们都给我滚出去！老师，我们曾经那么崇拜你，可是你呢？你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把我们坑害成这样。保安，把他们请出去！先别叫保安，就当我欠你。这样无耻的男人，死不足惜。这样，明年你们电视台的广告费用提高100倍，我买单。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够了！你们敢这么对我，我要告你们！这个人将自己学生优秀的论文占为己有，如果学生不愿意的话，就会被他用各种方法逼迫，最终导致一无所有。而他们，则是这一次凌霄门计划最主要的资助者和实施者，更是我们大夏的希望。你们究竟会相信谁？你们没有证据，我有证据，我有证据。谁在胡说八道？老师，这个是你的吧？还给我，把我的东西还给我！这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东西，例如你和这些人的通话记录，有这些人被你威胁的过程，还有这些人被你坑到一无所有的视频，更有你一切无耻的证据。你个叛徒，你竟然背叛我！我并非是背叛，我只是想还他们一个公道，更还自己一个公道。李中海，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上一辈子的50年，我一直都在调查你，而这一世5年时间，早已找到了你的证据。你们这一帮白痴！你们要是老老实实的待着，哪怕是一个个蝼蚁，你们还可以勉为一死。现在你们全完了！李东海，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你们说的没有错，他们的论文都是我偷的，包括董天川的论文也是我占为己有的，那又怎么样啊？南国的政府已经联系了几十个国家，要求夏国交出凌霄门，交出董天川，而我就可以成为南国首屈一指的物理学家，享受金钱、权力。我们夏国是不会屈服的。夏再厉害，能对抗整个世界吗？我是夏国中书院大长老东方松柏。现在我要宣布一个消息：南国、老鹰国、白象国、毛兄等70多个国家纷纷向我国递交国书，希望和我们成为攻守同盟国家，共同面对未来的威胁。你说什么？简单的说，这些人愿意对我大夏国俯首称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难道这些国家的军队都是废物吗？他们不知道联合去攻打大夏吗？说好的万国伐夏的，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有些国家不知好歹的向我们的凌霄门发射导弹，可是这些导弹还没有飞上轨道，就自己落下来了。董先生，您的凌霄门所拥有的强大战力，可是让这些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东方部长，您刚才说错了，并不是我的凌霄门，而是我们大夏国的凌霄门。董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不知道董先生什么时候去一次中枢科学院？
你们先去中书院吧，我已经5年没回家了，我爸的皮鞭都已经饥渴难耐了。我说的没错，我爸他现在已经在准备皮鞭抽我了。来，主持人美女，你跟我回家好不好？我跟你回家干什么？我老爹看在儿媳妇的面子上，自然就不会打我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发生什么事？网上有很多关于董天川投递叛国的谣言，甚至还有制作精良的视频，上面显示着董天川先生那是假的啊！我知道是假的，董天川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只是我听说了，有很多人看到了董先生叛国的视频，司法局大家抗议。我们走。董先生，这里必然有阴谋，你还是小心点吧。我已经为国尽忠了，现在正是应该尽孝的时候。走。都是你非要吃完菜再走，现在好了，走不了了。那菜都做出来了，不吃不都浪费了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这背后必然有人策划。哎，你不是说因为国家都被打趴了吗？这表面上是服了，这背后难免使用一些阴谋诡计。我是大哥，你开门。那可是我亲大哥，他还能害我吗？我开门。坐。老大，你可不能听这些家伙的，我儿子他就不可能背叛国家。网上录像都有，还替他辩解，简直岂有此理！老大，你什么意思啊？很简单，你儿子被我们老董家赶出家门。赶出家门？哎，你们道听途说就做出这种事情来，咱都得讲理吧？我儿子可是刚刚发明了凌霄门啊！就是。你知道凌霄门是不是已经被人渗透？老大，你什么意思啊？你儿子的错，你就该磕头认错。我回来了。有我在你身边，不要紧的。多谢。打死叛国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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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我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你们应该都认识我，知道我的性格，我绝对不会做背叛自己国家的事情。叛国贼不要脸！打死叛国贼！你的那个凌霄门整不好就是个陷阱，就是个陷阱，就是个陷阱！打他！他们几个都是敌国的特务，把他们抓起来！别抓我！别说话！抓我干什么？抓我！我为什么？各位，我连凌霄门都能制造出来，制造一副辨别他们身份的眼镜，轻而易举。走吧，上楼吧。爸，妈，爸，儿子不孝，这几年让你们担心了。儿子，你已经完成了凌霄门的设计，这是让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又怎么能怪你呢？爸，您就别生气了。这几年在外面辛苦了吧？想吃什么，让你妈做去。你们不生我气了？别说你这几年是为了国家，就算你真的一事无成，你也是我的儿子。你这个死孩子！这位是，哎呀，你就是那个主持人吧？好，那个妈妈去给你们做好吃的。嗯，我带你去看看我的房间。你跟我在一起，不会后悔吧？现在你已经是名留青史的人了，我和你在一起，自然也会被载入人类的历史啊。我只怕有一天你会后悔。我现在就可以证明，我不会后悔。那既然这样，我送你个礼物。这只是个小礼物。有没有？我还没打算要孩子。我知道，马上。喂，大事不好了！乔木木被人带走了，并且给你留言，让你自己一个人去西山的仓库。如果告诉其他人，乔木木会有生命危险。木木，你还真是个痴情种啊！你是什么人？我是银湖杀手集团团长月色蔷薇。你为什么要抓乔木木？我的目标是你，可抓不到你。你快走，不要管我。我怎么可能走？
你是我最喜欢的女孩。行了，别在这装作情深意重。我让你1个小时之内将你所知道的资料全部交给我。我以为你要带走的人是我。现在全夏国人都在找我，带你走自找啊！我只要你脑海中的资料。这样，那你放了他。不可能！只要我被抓，整个夏国的军队都会被动员起来，找到你只需要10分钟。你确定你要在这儿等军队过来吗？放开这个女人！我不能走。乔木木，你听我说，你别废话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走。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我也没说让你走啊。你记不记得我之前送你的礼物？你是说你手上的戒指？这枚戒指不仅仅只是一枚订婚戒指。放心吧，都结束了。多亏了你。这个戒指其实也不只有一个功能。乔木木，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你说就是了，我全都会告诉你的。身为时空骇客，你为什么不在我穿越的时候，或者在演播现场的时候杀我？而且你现在还不动手，你能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吗？时空骇客乔木木小姐，你在说什么？我现在要告诉你这枚戒指的第2个用处。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枚戒指它能检验时空穿越人员的气息，刚好这上面有你的气息，证明你之前进行过时空穿越。你可惜了，其实你来晚了，就算你现在杀了我也没有用，因为所有的资料早就已经进入夏国科技中心。所以我会连同你们夏国科技中心一起毁掉。真正的乔木木，他到底在哪儿？现在我就是乔木木，原来的他已经死了。跟我回去。抱歉，我不能跟你走。这可由不得你。其实你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永远的离开这里。你觉得可能吗？你会后悔的。跟我回未来，抓住你，比抓住几10年后的还有价值。哼，乔木木，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要觉得奇怪。什么事儿？这枚戒指，它还有第3个用处。启动！这不可能！你是怎么设置的？那天你太主动，所以我非常怀疑。你让我去买东西，而我就看了看时空检测，这枚戒指上显示你曾经进行过时空穿越。这不可能！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笑什么？如果我是普通人，你这个办法很有用。不过我是时空骇客，你觉得我会害怕这么一点攻击吗？1分钟之后我就会恢复正常，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回未来，夏国就到了真正要灭亡的时候。1分钟，还有40秒、30秒、20秒，还有10秒钟，你就会死掉。你不能3、2、1。反派死于话多这点基础的知识你都不知道，更何况老子曾经经历过数10次的刺杀，小小的时空骇客不值一提。现在地球的事情都处理完了，接下来该进军银河系了。你是谁？为什么要发出这种波段信号？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离开太阳系。到底是谁？我是在3000多年的马特星给你发来的信号。那如果我非要离开呢？你们小小的星球将会发生灭顶之灾，这不是劝阻，而是警告。我要让你们凌霄门计划离开太阳系，否则星际大战随即开始，到时蓝色星球必将毁灭。抱歉，我做不到，因为我们人类的征程是星辰大海。这个剧本终于写完了啊！哦，这个剧本太有意思了，又有科学知识，又能装，又打脸，到时候一投资一爆量，我不就是妥妥的爆款编剧吗？董天川，不要离开太阳系。谁啊？是我听错了。
看来真的是我听错了。